乐高人说乐高事，乐高新式神之，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滴滴，我是 TY。6月新品海啸来袭，大家都买到心头好合组了吗？其中这一套80121宋代茶楼望月楼非常具有古典气息耶，不仅还原700多年前的传统建筑，更请出史上第一位古文巨擘苏东坡，借由文人之眼走访廊楼之间，看看专品里蕴藏着哪些文化细节，搭配豪放婉约的东坡词句，来一场文雅风开箱。如果喜欢有趣的彩蛋故事，别忘记订阅会客室哦。没想到在春节之后，还能看到红彤彤、喜洋洋的节庆外盒。每年年初总是非常抢眼的春节盒组，在年中化成了华人古典气息的产品线，红底雕花依旧，而右上角的春字改成了冬，并加上和谐繁荣的英文字样。紫气东来，东成西就，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特别。但想到已经消失好一阵子的悟空小侠，古典东方风格的产品线，希望能够继续延展下去。盒组右下角标示了让亚洲玩家眼睛一亮的限定角色，北宋大文豪东坡居士苏轼居然变成专属人偶了，让我这个中文系出身的玩家真的马上喊必收哎！哇，这真的是太酷了！过去有许多外国历史名人的人偶，但这一次选择家喻户晓的中国文学传奇，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！盒组正面是典雅的2层楼转角建筑，仿造北宋盛行的茶楼。当时首都汴京开设许多表演各种技艺的综合游艺场所，茶楼就是能够品茶听曲的休憩之处，感觉就像是现在的餐酒馆哎。北宋人可真是会过生活。加上苏东坡又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词，这茶楼座位感觉就是秒杀等级。简单提一下与苏东坡息息相关的宋词。宋词是在两宋盛行的优美韵文，文人会依词牌来为这首旋律谱上专属的词。过往像李清照、柳永都是偏婉约派，而苏东坡则是第一个开创豪放派的词作家，并且让词开始具有独立的文学生命。TY 真不愧是中文系出身哎，好像在上国文课哦。不过宋词其实可以想象成宋代的流行歌，一代歌后邓丽君就曾把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变成迷人的抒情歌呢。把酒问青天。这次合组特别将许多人心目中文学的代表苏东坡惊喜化成人偶。这次开箱，我们就会以东坡居士的视野来进行，看看场景细节与他的生平或创作有哪些有趣的关联和彩蛋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先来聚焦合组主角苏东坡。本名叫做苏轼的他，被贬到黄州时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就自己垦殖了一块朋友帮忙争取来的营地东边小荒地，并学偶像白居易，把荒地称为东坡，开始自称是东坡居士。千古流传的苏东坡名号正式登场。苏东坡是唐朝相国后代，在文学上与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并列唐宋古文8大家之一。政治上富有抱负文采，虽然受到欧阳修青睐，但和当时的参知政事王安石在变法上政见不合，就自己申请外放杭州，开始颠簸了官途。几年后，苏东坡更受到了乌台诗案文字狱迫害，让他差点命丧牢狱之中。从此他收敛起过去的意气风发，开始享受平淡和通达。虽然一生仕途不得志，但却始终关心乡土和人民。苏东坡一生都在北宋政治圈里载浮载沉，但寄情于山水和诗词，还非常懂得美食和生活，堪称是随遇而安哲学的代表人物。散文、诗文、书法、绘画都和当时的名家并驾齐驱，虽然常被贬谪，但也因此开阔宏观视野。词作更被盛评是词致东坡，清荡磊落，堪称是全才型的超强文坛领袖。作为乐高历史上首位华人文坛历史人偶，苏东坡配上文人气息满满的后书发型新配件。古人在15岁时要进行束发礼，就形成上端这个圆形发髻。先前悟空小侠的诸位神仙们还加上了精致的金色发冠，但他最有名的是发明的方形南帽东坡巾，也是他最鲜明的代表饰品。一脸是开心微微笑，另一边则是正在创作诗词歌赋的专注神情，脸上加上2撇小胡子。不过苏东坡曾经在诗中称自己是然苏，在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也出现了苏大胡子的趣味称呼，说不定苏东坡也可能是一个胡子叔叔哦。人偶披挂一件被称为被子的蓝灰色简朴长衫，一幅横式蓝底花纹图案环绕肩膀，不过背后长衫没有延续印刷，有点可惜。内里搭配典雅素白长袍，细长腰带用一块淳朴的玉环固定，想到苏轼晚年的自称玉菊翁，手拿一支专拼而成的毛笔，准备挥毫创作千古名篇。
跟着东坡先生，我们穿越来到北宋年间这处典雅茶楼。先来看看周边场景，一棵低矮小树下架设一口圆井，草地上有一只小小绿青蛙。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，就曾在白鹤峰住家旁开凿一口井，而旁边小青蛙呼应他的小诗“蛙鸣青草薄”。不过作为文坛老饕，他也曾品尝过青蛙肉哦。树下圆井后方的石块能够对开，里头其实藏有十字插槽，可以透过红色十字插烧串接到茶楼两端的小石墩，让古风场景更加完整。茶楼旁停靠一台载满白萝卜的辘轳车，相传苏东坡和弟弟苏澈某一次酒后，因为肚子饿了，就把萝卜敲成碎块，研碎了白米，一起炖煮，直到稀烂成粥。苏东坡吃了几口之后非常惊喜，兴奋地说：“若非天竺苏陀，人间绝无此味，还似名玉伞羹呢。”看来这间茶楼也获得苏东坡的美食指导呢。建筑本体外观采用北宋建筑经典的2层楼阁设计，形成转角构造，由茶楼和客店组成。拾阶而上，左边是一家名叫清乐茶坊的店铺，乐如果读作乐，清乐就会是隋唐时的乐曲总称。而苏东坡也曾创作过一阙名为《清平乐·秋词》的词作。拥有端销瓦檐的店铺内陈设各式茶叶名品，呼应宋代饮茶修身的民生习性，后来更影响了日本茶道的文化。左侧米色碗内以花草入茶，右边墙角正在烹煮一壶热茶。苏东坡对茶非常的讲究，更曾因说从来家民4家人，睡前、起床、读书、夜游都离不开一杯好茶。看来可以跟吴大师以茶会友哦。穿越泥路来到茶楼另一侧，是一家名为望月楼的食堂。想到80107合组中有一座典雅的望月亭，也呼应苏东坡望月遥想而创作的千古名词《水调歌头》。木柱搭建出食堂内部的开放空间，罗列许多客用桌椅。右侧黑瓦屋檐外头设置一口小小粮草，白马能在这边享用从扫把头变成的粮草。左侧白墙后面是店家烹煮美食的小厨房，小巧空间摆设传统中式高炉灶，炖煮蔬菜汤品。墙上挂着鲜鱼和调味食材，旁边挂有一幅竹笋肉包图。竹子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植物，他敬佩竹子蕴含的君子品性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的东坡诗句，大家一定都有听过。小厨房外头是店家结账的主柜台，墙面摆上许多美酒好茶，还有一座纯黑老瓮当镇店之宝。墙上亮出店内菜单：司鸡面、东坡肉和水晶饺儿。司鸡凉面是苏东坡故乡四川的传统小吃，东坡肉是苏东坡的代表美食。他以黄酒、冰糖、酱油调制酱汁，浸泡猪肉，并用慢火红烧，形成肉色红润并散发浓厚香气的肥厚肉块。水晶饺儿则在东京梦华录被提到过，是广受北宋人民喜爱的真实。仔细看，旁边客座上刚好就有乐高小配件或砖来呈现这3样北宋佳肴呢。有趣的是，翻开食堂地板，除了金块和腊肠，里头还放着红棕色书本，居然是一本乐府，呼应历史上他词作的集大成《东坡乐府》。书内完整收录他一生所创作的340多首名篇词作哦。翻开封面，内页画着一轮明月，下面则有美丽花朵。相传苏东坡非常喜欢海棠花，会是东坡准备写下歌咏花朵的诗词吗？不过，把自己作品藏在地板下也是蛮奇妙的，是因为文字狱有阴影，怕被大做文章吗？来到茶楼2楼，清乐茶坊上层楼阁里摆着一把精致的专拼古筝，具有整齐精闲，客人们能够在这边听曲子、看风景。相传苏东坡和张先同游西湖时，看到文氏、刘氏兄弟在湖心亭里，恰巧舫船上有一位脱俗的女子正弹着古筝，让2兄弟痴迷不已。苏东坡见到这有趣光景，就写下了《江城子》一词：忽闻江上弄哀筝，苦寒琴欠谁听。古筝楼阁旁的转角处，用砖搭建出一座小飞桥来串接廊道。相传飞桥是北宋人陈希亮的发明，他不仅是苏东坡的同乡，也是他的上司哦。桥缘飞来一只小雀鸟，想到昨夜东坡春雨足，乌鹊喜报辛勤，这是雨后天晴的好心情。望月楼2楼规划成小憩或留宿用途，在宋代并不叫客栈，而是称为客店、底店或酒住。从小厨房后面的木梯爬上来，会看到角落铺着一张小睡垫，这里是望月楼吉祥物小猫咪的家。在苏东坡眼中，猫是为了抓老鼠而存在，甚至还劝谏神宗皇帝要让天下人都养猫来防鼠患。苏东坡养猫感觉目的性非常的强烈哦。墙上的画作是一只大老虎正在舒服翘屁股伸懒腰，毕竟老虎其实就是一只大猫咪呢。
走廊上划分出2间客房，米色门板镶上金花门把，贴有古典雕花纸窗，但墙上的小黑窗有点不太在意旅客的隐私诶。转到场景背面，拿开墙板，能看到客房内部格局相仿，都铺着深蓝色棉被和白色矮床铺。左边房内挂着一幅禅意画像，参考南宋画家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。苏东坡的江郊诗作曾说：“逸钓忘鱼，乐此干线。”阐述垂钓并不执着有没有钓到鱼，而是要享受过程带来的简单乐趣。右边房挂着一幅竹绘，再度呼应苏东坡对竹子的追从和喜好。边间厢房外还附带一个宽阔的户外露台，岸上沏好一壶茶。东坡居士在这里遥望明月，举笔写下《水调歌头》的开头：“明月几时有。”神宗熙宁9年的中秋之夜，苏东坡在密州当官，想到自己仕途不得志，加上和弟弟苏辙已经7年没有见面了，心生郁闷而写下这阙词。其中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或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等诗句，时至今日都还是非常优美，又呼应人生聚散的深刻名句呢。建筑盖上黑色斜瓦屋顶，边角带有高翘燕尾装饰，古筝楼阁的屋顶上还挂上了6枚通红小灯笼。北宋时期汴京城的茶楼，有些甚至是24小时营业，店家会点上明亮的灯笼来招揽顾客。苏东坡也曾经写下“灯火钱塘3、5夜，明月如霜，照见人如画”的名句，来描绘杭州元宵灯节的热闹场面。客房区的屋顶结构相仿，同样是黑色长条半圆砖构成斜瓦，洋溢着古朴气质。侧面白墙是山花板，上头用圆片砖当作低调装饰，顶端正脊两侧用砖营造完美流线感，再加上金色蟾蜍当作辟邪稳寿装饰。跟着苏大学士走访完清乐茶坊和望月楼之后，来看看店内的伙计和旅客们吧。这次人偶群加上苏东坡，一共带来9位豪华阵容，其他人主要都是以北宋时期的传统服饰为主，刚好可以分成4男4女。刀工利落的绿衣厨娘，仔细看衣服边缘印有绑绳细节，这是唐宋的泮帛，用绑带来固定宽大袖子，方便工作。能看到绳子在背面形成交叉，腰部还有精致小布包。如仙女一般弹奏古筝的闺秀，身穿富有花纹样式的紫衫；好姐妹身披飘柔水蓝，细节缀有绳结装饰。但2位古典美人裙摆都是纯色块，如果能延续精致的印刷，就更棒了。帮忙斟茶递水的小女孩，身上穿着传统百衲衣，是缝制多彩色块而成的拼布罩衫，背后是带有吉祥平安意涵的长命锁玉佩。来看看北宋男子4人组，清乐茶坊的老板迎接贵客，金口能够看到鲜绿茶叶图案，背后垂挂一枚形似茶叶的典雅玉佩，手拿一把古典算盘准备结账。店小二和萝卜商贩都穿着米色简朴服装，披着白色擦汗巾。最后这位留着大胡子的长发男，圆领服装，披着一条带有坠饰的丝巾，腰上挂有小带，怀里还夹着一张路线图，看来是远从西域来访的外国使节。长发大胡子的形象和10193中世纪广场的税收官非常的相似。有趣的是，北宋时期恰好是欧洲中世纪的盛期，说不定2人其实是一对异国贵族亲兄弟哦。以上就是我们80121宋代茶楼望月楼合组故事开箱，梦回北宋热闹街景，跟着苏东坡的文雅脚步，探寻乐高茶楼的各处细节。从乐高学古文，专拼细节，蕴含诗词。人偶群也加入许多超精致的古典汉服印刷。大家喜欢这一款特别又有趣的宋代茶楼吗？你知道哪些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呢？欢迎留言跟会客室分享哦。如果想看到乐高相关的介绍与故事，按赞订阅小铃铛，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。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入座宋代茶楼，跟苏东坡一起喝茶赏月吧。拜。